大家都好像被他的这个霸总形象给迷惑了啊，那个场面特别的震撼啊，因为那些阿姨确实非常有激情，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，真有的话给我来一点。Hello， 各位爱奇艺爱撩专访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恺。请分享一下《今日宜家游》这样一部轻喜剧，当初是怎样吸引到你的？当时接到这个本子，就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轻松愉快、明亮的电视剧，然后特别喜欢啊，特别感觉我看剧本之后就觉得没有压力，然后就想给大家呈现一个观影特别愉快、特别顺畅、特别轻松的这么一个电视剧，于是就接了这个戏。李天然和范思思从原本的竞争关系发展到恋爱关系，你觉得两人互生情愫的关键是什么？这个我觉得也反映了职场的一方面吧。啊，好多的职场人，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上班下班，然后公司的同事啊，然后可能也在自己的职场里面寻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啊，这个也是很符合生活逻辑的一个情节。所以作为这个戏，我们最后也给李天然和范思思设定了这么一个人物关系啊，慢慢的随着剧情的演变，他们的人物关系会有更强的递进。这次在剧中和王鹤棣合作演师徒，能透露下戏外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吗？弟弟啊，我觉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喜剧演员，大家都好像被他的这个霸总形象给迷惑了啊。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就说弟弟你太适合演喜剧了，因为他天生就有那种白马帅的那种单纯、积极、阳光啊，然后这种，对任何事物都好奇的这样的一个性格。对，我们俩在戏外也是特别好的哥们儿。我们最早是打篮球一起认识的，然后后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也经常收工以后会一起去打篮球，啊，他打球打的是真不错。剧中有很多当代打工人实录，哪件事最让你印象深刻，或引起共鸣呢？我觉得有好多的梗啊，观众看完之后给我们留言说，哇，都好真实啊，好像很贴近生活，就是我们上班族的样子。你比如说这个下班聚餐，只要带上领导的聚餐，那都叫加班。你像我们有时候剧组拍完戏也会出去，大家一起吃个宵夜啊什么的。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啊，原来那个算是加班啊。对。网友都说李天然是职场大冤种，升职过山车被他玩明白了，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这个是我们给李天然的一个设定啊，就是他的出场人设就是一个倒霉蛋的形象啊，但是呢，相比他这个倒霉的经历，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身上的这种阿 Q 的精神啊，他面对挫折，或者说面对困难，或者说面对领导的甩锅啊，他都非常的乐观。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啊！啊，他不会以一种每天负能量的心态去面对它，反而他会越挫越勇，变得很积极、很向上啊！我觉得这个是，也是很感染我的一个特点。然后我们在演绎的时候，也把这个特征给它放大，然后让观众去看到。然后如果说有上班族小伙伴像李天然一样啊，每天工作有点郁闷的话，哎，你去看一看他，其实他会比你倒霉很多，但是他会更乐观一些。现在00后也都已经步入职场，你有听说过00后整顿职场的故事吗？你怎么看待？听说了啊，我听说就是00后特别需要自己的空间，不在乎挣多挣少啊，更在意的是这个自由的生活啊，上班和下班要区分得很开。其实这就是范思思嘛，范思思其实就是他演绎的就有一点这种类型的人物性格。就是下班之后啊，请你别烦我啊，我也不想跑步，我也不想被激励，我就想躺平，你也别拽我，就是这种心态。我觉得事物存在本都有它的道理吧，啊，没有绝对的对错。我觉得，每个人只要活得自在，然后活得开心，真的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像高德芬一样企划一部高德芬，然后天天为了这个职场的晋升啊，每天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，我觉得那可能也不是一个太正确的态度。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，重要的是你自己活得自在开心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希望《今日宜家游》继续拍摄第2季吗？当然，我们在创作之初就是奔着这个系列 IP 去的，因为这个高发集团的故事远远不止第1部这么多，还可以续写。对，所以我看中这个 IP 的
原因也是因为我想让它成为像《前任攻略》这样的 IP 可以延续的 IP。那你觉得第2部拍下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？这个我不敢说啊，这个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吧。我觉得网友们，如果你们有新的想法，可以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想法来定制第2季。最后用李天然打工人的语气来安利一下《今日宜加油》吧。打工人，打工魂，希望大家看《今日宜加油》。剧组里最自律的人是谁？最自律的是弟弟吧，弟弟经常收工以后去打球，然后身体练得不错。主演们的微信群里最活跃的是谁？最活跃的恐怕是我，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什么好笑的就分享到群里，对，然后我还组织大家发红包啊，逢年过节的。高发集团研发的东西有安利到你的吗？是什么？高发智能假发，冬暖夏凉，还可以听音乐啊，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，真有的话就来一点。你认为剧中自己最帅的名场面是哪个？有一场我记得我路过一群广场舞大妈，然后跟他们互相加油打气的时候，那个场面特别的震撼啊，因为那些阿姨确实非常有激情。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愿意主动加班？那肯定得发奖金啊，对不对？加班得发红包啊，发了红包就愿意加班。